說到比特幣，你們肯定聽說過，但你們知道嗎？創造比特幣的那個人到現在還沒人知道他是誰。這事兒就跟看懸疑劇似的，越看越上頭。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位神秘人物中本聰。先給大家報個數，這哥們兒手裡據說有110萬枚比特幣。什麼概念？按現在的價格算，那就是1300多億美元，排全球富豪榜能排到第11位，比戴爾公司的 CEO 還有錢。關鍵是從2011年到現在，這些幣一個都沒動過。你說這得多能忍，還是說他壓根就找不到私鑰了？故事得從2008年說起，那年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，雷曼兄弟破產，各國政府拼命給銀行輸血。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2008年10月31日，一個叫中本聰的人在密碼學郵件列表裡發了篇論文，標題叫《比特幣：一種點對點式的電子現金系統》。當時那幫搞密碼學的老炮們壓根兒沒當回事，因為之前見過太多類似的天方夜譚。但這次不一樣，2個月後的2009年1月3日，中本聰真的把比特幣系統給搞出來了，挖出了第一個區塊，也就是創世區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在這個區塊裡留了條信息，引用的是當天英國《泰晤士報》的頭版標題：財政大臣林敬為銀行的第2次紓困。這明擺着是在諷刺傳統金融系統嘛。說到中本聰這個人，其實我們對他了解的少得可憐。他在個人資料裡自稱是37歲的日裔美國人，住在日本。但專家們一分析就發現不對勁。他的英語水平高到跟母語似的，有時候用英式英語，有時候用美式英語，還經常在奇怪的時間點上線，明顯是在隱藏自己的真實時區。而且從頭到尾沒說過一句日語，用他名字在網上搜也啥都搜不到，所以基本可以確定中本聰就是個化名。最早跟中本聰打交道的人裡，有個關鍵人物叫哈爾芬尼，這哥們是個密碼學專家，也是個理想主義者。2009年1月，中本聰發布比特幣軟件後，芬尼是第一個下載運行的人。1月12日，中本聰給他轉了10個比特幣做測試，這就是比特幣歷史上的第一筆轉賬。後來幾天，芬尼一直幫中本聰找 bug 提建議。很多人都懷疑芬尼就是中本聰本人，畢竟他倆住得很近，技術水平也匹配。但芬尼自己堅決否認，而且他2014年因為漸凍症去世了，遺體還被冷凍保存了。也許哪天技術發達了，他醒過來能告訴我們答案。2010年，比特幣慢慢開始有點名氣了。當年12月，維基解密洩露美國外交電報的事鬧得很大，有人提議讓維基解密接受比特幣捐款來突破金融封鎖。中本聰當時急了，跑出來堅決反對，說比特幣還太弱小，經不起這種政治風波。7天後，也就是2010年12月12日，他在論壇發了最後一帖，提到了軟件的一些小問題，然後就徹底消失了。2011年4月，他給開發者發了最後一封郵件，說我去忙別的了，從此再也沒出現過。這一消失可了不得，全世界的人都開始猜他到底是誰。最搞笑的是2014年，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說找到了中本聰，是個住在洛杉磯的64歲日裔美國人，名字真的叫多利安·中本聰。結果這老哥壓根不知道比特幣是啥，說自己是從兒子那才聽說這玩意。媒體一窩蜂跑去堵他家門口，搞得人家都報警了。後來證明完全認錯人了。還有個更離譜的，澳大利亞有個叫 Craig Wright 的人，從2016年開始就到處說自己是中本聰。他還真提供了一些證據，比如用了早期的密鑰啥的，但很快就被技術大牛們扒出来，證據都是偽造的。這哥們兒還不死心，跑去英国法院打官司，想證明自己的身份。結果2024年5月，法院直接判他敗訴，說他頻繁而反覆的撒謊，大規模偽造文件，整個就是一場騙局。法院還禁止他再以中本聰的名義告任何人。今年7月，這哥們終於在自己網站上認慫了，承認自己不是中本聰。除了這倆，還有各種各樣的猜測。有人說是尼克·薩博，因為他之前設計過類似的數字黃金概念，而且有語言學家分析說，薩博的寫作風格跟比特幣白皮書高度相似。馬斯克也提過這事，說薩博最有可能是比特幣的推動者，但薩博本人也否認了。還有人覺得是日本數學家望月新一，理由是他夠聰明，而且做學術研究的方式很特別，喜歡發布成果後就不管了，讓別人自己去理解。
甚至有人說，中本聰根本不是一個人，而是個團隊，可能是三星、東芝、中道和摩托羅拉這4家公司聯手搞的。因為 Satoshi Nakamoto 這名字的每部分剛好對應這些公司名的縮寫。這說法最早2017年就在網上流傳了，2022年馬斯克還專門發推調侃了一把。但這明顯就是個段子，壓根兒沒證據。最近還有個新進展，2024年10月 ，HBO 拍了部紀錄片叫《電子貨幣比特幣之謎》。導演說中本聰是個叫彼得·托德的比特幣早期開發者。托德立馬跳出來否認，說導演是在捕風捉影，把一些巧合無限誇大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賭博網站列出的中本聰候選人名單裡，連馬斯克都在，托德卻根本不在名單上。你要問為啥大家這麼熱衷於找中本聰，原因很簡單，錢。他手裡那110萬枚比特幣可不是開玩笑的。如果他哪天突然出現，開始賣幣，整個比特幣市場都得崩盤。另外，知道他的身份也能幫我們更好地理解比特幣的設計理念。但說實話，到現在為止，所有號稱是中本聰的人，沒一個能提供最關鍵的證據，用早期比特幣地址的私鑰簽個名。只要能簽，立馬就能證明身份。但這麼多年了，沒人做到。有人說中本聰可能已經去世了，所以那些幣永遠也不會動。也有人說他故意保持低調，因為一旦暴露身份，可能會面臨法律風險或者人身安全問題。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就是想保持比特幣的去中心化特性，如果創始人太活躍，可能會影響比特幣的發展方向。不管怎麼說，中本聰的這場消失堪稱完美。他創造了價值數萬億美元的產業，卻沒拿1分錢，沒露一次面。這種自制力和神秘感，讓他成了互聯網時代最大的謎團之一。有人把他比作基督教的耶穌或者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，說比特幣也有自己的精神領袖。2015年，加州大學的一位金融學教授還提名中本聰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。說他的發明是革命性的，不僅會改變我們對貨幣的理解，還可能顛覆央行的作用，消除那些高額的中介費用。雖然最後沒得獎，但這至少說明學術界也認可比特幣的重要性。現在比特幣已經運行了16年，市值最高的時候超過1萬億美元，全球有無數人在交易和使用它。但它的創始人依然是個謎。也許這就是中本聰想要的結果。一個真正去中心化的系統，不依賴任何個人，包括創造者本人。所以下次有人問你中本聰是誰，你就告訴他，這是個連 FBI 都找不到的人，一個坐擁1000億美元卻從不花錢的人，一個改變了世界卻沒留下名字的人。他的故事比任何好萊塢大片都精彩。而且2026年，好萊塢真準備拍一部叫《刺殺中本聰》的電影了，到時候咱們就能在大熒幕上看到這個傳奇故事了。至於中本聰的真實身份，也許永遠都是個謎，但說不定哪天他突然又冒出來發個帖子說我回來了，那可真是要炸翻整個幣圈了。不過按這哥們兒的性格，估計他更願意永遠待在幕後，看着自己的作品改變世界，這才是真正的大佬風範啊。